iPhone 15 Pro 麦克风测试。iPhone 16麦克风测试。iPhone 16 Pro 麦克风测试。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BP 评科技，我是 BPW， 欢迎来到 iPhone 15以及 iPhone 16的详细实测比较的第二部影片。对，那今天算是我上手 iPhone 16的第3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了满满的细节。对，但是今年这个拍摄以及实测劳累程度，真的想让我明年再去找一个团队，然后来跟我一起拍摄了。对，不然这个身体真的是扛不住啊，非常多的东西要拍摄。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那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们就会有8个详细实测的内容，以及最后的购买建议。我会来讲一下苹果它这次是如何切割产品线，以及你是15系列、15 Pro 系列，还是更之前的系列？那你今年到底该不该换新的 iPhone 呢？那都会在今天这部影片告诉大家。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苹果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彩蛋，比如说像是今年 iPhone 16它的圆角的角度居然已经不一样了，那就记得参考上一部的实测影片啊，也是非常的详细。首先第一个实测的话，我们就来测试这一次全新的录音室等级的功能。这次在收音的部分就有非常大的改善，以及你可以去后置调整。对，那这边就先来讲一下我实测的结论。对，那 iPhone 16跟 iPhone 16 Pro 它们虽然都支援这个事后调整麦克风的这个功能，那因为 Pro 系列它就自带了这个录音室等级的4个麦克风嘛，所以它在整体收音的表现还是比 iPhone 16好了很多。所以即使两边都有支援这个功能，但是 iPhone 16它听起来就比较像是旧款的 iPhone 系列，然后再加上了一个降噪的功能，对，所以听起来声音就没有到那么清楚。好，那首先呢，我们这个实测环境是在户外，那有一些顶楼水塔的声音，还有一些风声，还有一些杂音。对，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4个模式在 iPhone 16表现的差异。好，我们现在要测试 iPhone 16跟 iPhone 16 Pro 的录音室等级。对，那它有分成4个模式。好，那我们听完之后有没有发现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呢？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一起加入 iPhone 16以及 iPhone 16 Pro 来比较一下它们这4个模式之间的差异。对，也是我自己去掉了这样。那如果平常没有指阳抽的话，你会加速？假设要有这个层次的话，就可能假设我今天自己做一个汉堡，我可能会加一点脆脆的，鱼它比较软嫩。哦，你说要加一个脆脆。那如果是那种生菜的锅具高丽菜，那接着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电影的声音，就是敲打声。那我们再大声一点。好，那我们听完之后就回到刚刚的结论嘛，有没有发现？虽然说他们2个都可以事后调整，对，但是 iPhone 16 Pro 系列，你看它光在预设的一般模式之下，它的环境噪音就已经比16少了很多，对。但是 iPhone 16的话，它声音就比较杂。那不管是后面的画面内录音室以及电影级模式，其实 iPhone 16 Pro 系列的表现都来得更好。那在这边电影级模式，我们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去实测，因为它电影级模式，它除了人声之外，它可以去侦测到你周围的环境音，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敲打杯子啊，或是击掌。它声音它就可以变得更加明显，那它不会用降噪的方式一起去把它去掉，对。但是在其他的模式之下，这些背景杂音就是会被去掉的，所以这个就是这几个模式之间的差别。好，那大家也很好奇，那录音室等级的这个麦克风，它到底跟我身上这个专业的麦克风比较起来怎么样呢？好，我们就来听一下16、16 Pro 以及接上 Rode 麦克风之间的音效差异。iPhone 15 Pro 麦克风测试。iPhone 16麦克风测试。iPhone 16 Pro 麦克风测试。好，那听完之后有没有发现还是非常明显的差距？毕竟这个是1万多块的麦克风嘛，所以它的收音还是真的来得非常的好。对，但是因为手机你会离人有一小段的距离，所以我觉得它声音的过滤还是没有办法来得那么好，而且它有时候会降噪过度，听起来有点不太自然。这个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透过软体去改善。那我自己有去实测，你把手机壳装上跟手机壳脱掉，对，那它的收音其实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对，所以结论来说，我觉得这个录音室等级的麦克风调整是还不错，但是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手机距离不能太远，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还是不能在太嘈杂的环境里面去进行实测，不然的话它声音的表现还是会差很多。好，那接着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这一次全新的4K 120的慢动作。对，那我自己实测下来真的发现，哇，这个慢动作它真的变得非常精细，而且有质感很多，而且重点是它可以事后调整这个播放
放速度真的是很棒，以前就是只有原始速度，然后跟最慢的速度。那其实有时候从这种快转换到慢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透过很多后置的方式，让你的影片变得更加有质感。对，那这个我们之后会再拍一系列的拍照教学影片来告诉大家。对，那如果还没有看过之前旧版的拍照影片的话，可以先点击右上角的这部影片来查看哦，会教大家高倍镜要如何拍摄。好，那这次慢动作的部分呢，因为最近天气真的是很差嘛，那我就善用了这个下雨天，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一些慢动作的表现。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往下拍摄轻轨以及马路上的画面，对，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慢动作的表现在 iPhone 16跟 iPhone 16 Pro 就有很明显的差距，因为 iPhone 16它只有支援1080p， 但是16 Pro 就有到 4K， 画面的精细程度真的差了非常的多。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从2倍然后缩小到1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iPhone 16 Pro 系列它的精细度真的好的非常的多，而且重点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雨滴的质感的差异 ，iPhone 16 Pro 系列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很绵密的雨滴，然后这样缓缓的落下，对，但是16系列的话就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那我自己最喜欢的画面其实是这个我把沙士倒进去的这个画面，我还特地冒着雨，然后去买了一罐沙士来实测。大家可以发现说，哦，这个慢动作它把沙士的气泡，然后还有整个水流下来的过程，然后还有沙士最后气泡慢慢分解之后的这些细节都呈现得非常的好。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4K 120帧它的优势。对，那最后的话，我们也不免俗了，来拍一下人像的慢动作。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画面，头发的丝滑以及细致度就差了很多嘛。对，16系列的头发看起来就有点粗糙，对，但是16 Pro 它头发看起来是很绵密的，对，然后还有这个最后面刚好有一个叶子落下来，对，这个慢动作整个呈现都是非常的美，对，所以可以发现这支 4K 120帧它的呈现画面真的是好了非常的多，摆脱以往旧的 iPhone 慢动作就有一种粗糙感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现在你直接用慢动作就可以去拍摄出跟一般正常速度影片一样的质感。好，那我们在进入到后面影片实测环节之前呢，我们先来穿插晶片跟电池。对，那今年晶片呢，它就是全新使用了台积电 N31制成的 A18 以及 A18 Pro 晶片。对，那我们这边也有帮大家实测一下 Geekbench 6的跑分。对，那跑分细节在这边。那我们看一下结果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次在 A18 以及 A18 Pro 它们的表现真的是非常接近，尤其在 CPU 它们的差距已经不到5%了。对，那在 GPU 的部分，因为被拔掉了一个嘛，所以 A18 Pro 有6个 GPU， 但是 A18 只有5个。对，所以在这边效能就差18%，接近20%左右。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的功能大概差距都是在5%之内。对，那我们这边也可以详细看一下。那如果拿 A17 Pro 跟今年 A18 Pro 比起来呢，那其实平均起来都有大约25%到30%的提升。对，所以就跟这次发表会说明的其实差不多。而且这次台积电的 N31制程，它其实在良率的部分改善了很多，然后也不会像之前有一些过热的问题出现。因为去年的过热问题，除了本身机壳设计之外，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晶片所造成。所以今年在散热做好以及全新晶片的加成之下，其实整台手机真的不太会过热了。我觉得使用起来真的是比前几代体验好了非常的多。好，那讲到这边，大家有一定想到，那电池呢？对，今年说电池变大了嘛？对，那我们就帮大家实测。那第一个实测，我们是测试纯看影片的电池表现。那 iPhone 16的时间是17小时51分 ，iPhone 16 Plus 是18小时14分，然后 iPhone 16 Pro 是16小时50。那 iPhone 16 Pro Max 居然高达23小时2分，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接近24小时的影片播放表现了。所以这是 iPhone 16 Pro Max 它的电池真的是非常的惊人。那当然，跟官方所宣称的27、29小时这个差距还是来得有点大，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相较之下，已经是历年 iPhone 表现最好的电池了。那如果在一些比较高效能使用，比如说我同时要文书处理啊，然后传讯息啊、滑 IG 拍照，那还有玩游戏这些等等功能加重起来呢，那 iPhone 16的续航表现可以达到8小时19分 ，iPhone 16 Plus 是8小时45分，那 iPhone 16 Pro 是8小时10分，对，那 iPhone 16 Pro Max 居然来到11小时22分，所以可以发现它的效能控管以及电池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对，但是我们这边也同时发现 iPhone 16 Pro 它在数据上面其实是比 iPhone 16电池要来得更好，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功耗太大的关系，所以其实在 iPhone 16 Pro 它的表现都是低于 iPhone 16的，对，那希望我不是拿到机网或是软体上面可以做什么优化之类的。那在充电从0%到50%的话，就是大家诟病了嘛今年明明就做到快充，但是它就是偶尔给你快充一下，或是你有在使用的时候，所以才可以达到快充。所以其实基本上从0%到50%表现都是在半小时上下。好，那讲完前面4个重要的实测呢，那接着我们就来进入到最重要的，就是录影的环节。对，那上一部影片我们已经帮大家测试完拍照嘛，那很多观众都很好奇说，那录影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这边就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片段来帮大家实测。好，那首先第一个实测呢，我们就是实测
我们在户外环境录影，那我们 iPhone 会从0.5倍，然后切到1倍，切到2倍，然后再切到3倍，到最后的5倍。对，那我们可以发现0.5倍其实表现得非常稳定。对，但是当我跑步跑起来之后，大家有发现吗？其实今年的稳定度在 iPhone 16及 iPhone 16 Pro 我觉得是有所提升的，相较于去年的15 Pro 系列。那如果放大到1倍镜的话，我觉得表现基本上是非常一致的。对，那有稍微看出16 Pro 它的4800万画素有来的好一点点，然后15 Pro 它的锐化真的还是比较明显。对，那16 Pro 的话就比较没有锐化。对，那我们到3倍镜的部分，我们又可以看到，这次16跟16 Pro 它们的稳定度真的好了很多。对，但是大家看到3倍镜的部分，就会发现说，但是15 Pro 它的画质表现是最好的，因为16跟16 Pro 他们就是用1倍直接去裁切到3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16 Pro 系列的录影真的是非常的不吃香。你今年就完全没有2到5倍这个选择可以去购买。对，那稳定度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因为16跟16 Pro 他们是从1倍去裁切到3倍，所以它看起来才会比较稳定嘛，因为它就是强制去裁切。对，但是在15 Pro 系列的话，它本身就是原生的3倍镜，所以当然会看起来比较晃一点。好，那再来呢，我们就来看到走到室内之后的5倍镜表现。当然，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16 Pro 它的原生5倍镜的画质真的比另外2台好了很多。对，但是我觉得体感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跟我去年的15 Pro Max 比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在室内的部分还是有非常多的杂点跟噪点出现。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的进步空间。那接着呢，我们来测试微距摄影的部分。然后微距摄影的话，就跟我们之前在测试微距拍照的部分其实是接近的。iPhone 16全系列其实在表现其实都来得比15 Pro 系列更好的。对，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其实16 Pro 系列跟16系列，一个是1200万画素，一个是4800万，但是我觉得差距没有来到这么庞大。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室内的摄影表现。对，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室内超广角的摄影，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大家的表现真的都是非常的惨，这边基本上是看不出谁优谁劣啦。其实表现的噪点都是非常的多，对，即使是旗舰型的16 Pro 系列，还是可以很明显看到很多的杂点。对，但是必须说，这次在色调上面表现真的是16系列来的比较自然一点。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电影级模式的实测啦。那这次不管是16哪个系列，它电影级模式最大都是支援到3倍镜，但是这边的3倍镜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知道啊，16跟16 Pro 它就是裁切，那反而是去年的15 Pro 它不是使用裁切的，所以它是真正的3倍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影片的画面。对，我们在1倍镜的呈现的部分，其实3台表现就是差不多的。对，但是当我们慢慢把画面放大之后，你看我们放大到3倍之后呢，大家有发现吗？其实这个画质就差了很多。在15 Pro 系列的细节真的是来的比16 Pro 跟16来的好的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吧台上面的这些咖啡机的画面啊，还有一些桌上的细节，其实15 Pro 真的都是来的比较好的。对，所以我就有点不太懂苹果的这个设计。你看，它现在直接把3倍镜拔掉，那就变成2倍镜直接跳5倍镜嘛。但是它电影级模式，它还是依然只给你到3倍镜。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那就等于说你的16 Pro 系列，它在电影模式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到它第3颗镜头嘛。那它这样子就变成跟16系列一模一样啦，因为它就只能最大放大到3倍，不能到5倍嘛。所以我觉得这点其实算是小小可惜的。好，所以我们测试完所有录影的画面啦，那这边给大家一些小小的结论。对，那4K 120帧的结论刚刚讲过了，那我们就来讲一般录影。对，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可以发现防手震它确实是有略微进步的，对，但是这个进步幅度不是那种肉眼可见的，是你真的要非常仔细看才看得到的。那再来第二点的话，就是锐化的程度它其实有很明显的改善，对，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改善，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 iPhone 16拍起来画质没那么好？对，但实际上不是它画质不好，而是这个才是它真正镜头自然的表现。那其实不管是13、14还是15系列，我觉得它的锐化都做了稍微有点严重，那去欺骗你这种画质很高的感觉。那再来第三个结论就来讲到，这是 Pro 系列很可惜的地方嘛。第一个，苹果在 Pro 跟 Pro Max 没有做出差异化，所以2倍直接跳到5倍。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是电影模式，它就没有支援到5倍镜，所以你不管是使用16 Pro、16 Pro Max， 你在电影级模式拍摄起来的感觉上就是一模一样的嘛。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夜拍其实也没有很显著的提升。好，那最后就来讲一下我们这次实测完的结论啦。那首先呢，这次在非 Pro 效能上面，我觉得跟 Pro 已经不会差很多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竞争力。它不管是在晶片、电池，还有 Apple Intelligence， 还有它侧面的功能键，都已经是非常接近了。我觉得它就真的除了5倍镜的镜头，还有更专业的这些收音，还有影像的格式，其实基本上已经跟 Pro 系列是大同小异了。那在第二个结论的话，就是
今年的散热真的是有大幅度的提升，我觉得对使用者体验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但是我觉得这点我们不能夸奖苹果，这个本来就是基本要做到，因为去年15 Pro 系列的那个散热真的是太惨了，就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烫过，而且动不动在户外啊或者开始拍照就会开始变烫，说不定我等一下录一录这台15 Pro Max 要变烫了。那在第三个结论的话，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今年的荧幕啊、外观啊，其实没有任何的更新，然后 Pro 系列的相机它的提升也是很有限嘛，我觉得很可惜。其实跟安卓的旗舰机比起来，真的是输了不少。对，但也看得出来，苹果就是说，哦，我未来可以用 Apple Intelligence， 用 AI 去切出这个差异化。对，所以他才有自信的说，哦，我现在硬体不用升级那么多，反正我未来 AI 功能做好就好了。对，那第四个结论的话，也是令人出乎意料，就是今年16 Pro Max 的电池。对，那今年16 Pro Max 的电池，它除了电池容量加大之外，它再加上散热改善，所以大家刚刚看到吗？我们在看影片的续航力居然高达了23个小时。所以简单来说，现在硬体就是非 Pro 系列的硬体已经非常接近 Pro 系列的硬体。那这个也要归功于 Apple Intelligence 嘛，因为你必须至少要8GB RAM 才可以跑出 AI 的功能，所以让这个硬体的规格，其实这两台手机已经是几乎是切齐了。好，那在第二个结论的部分就来讲到购买建议啦。那这边先来讲一下我分析出来苹果这次帮大家所切出的产品线以及客群。假如你是15 Pro 系列以前的人，你就会为 AI 还有 Apple Intelligence 去换新手机嘛。那如果你是原先使用15 Plus 大萤幕的人，那今年 iPhone 16 Plus 它故意没有把电池的容量变大，它虽然续航也有提升，但是只有提升1个小时而已。对，那反而是 Pro Max 它电池进步了非常多。对，所以如果你是在乎大萤幕，然后你又非常在意电池续航力的话，那非常有可能就从15 Plus 直接去转到16 Pro Max。这就摆脱以往我们大电池跟长续航要去买 Plus 的这个观念。那今年这个观念，那在 Pro 系列、在 Pro Max 系列的电池真的表现得非常的好。那在第三个客群的话，就是原先用15 Pro 的人，今年的16 Pro 它提升到了5倍镜，镜头的提升，然后价格也没有变，那可能会让你想要去升级到5倍镜。真的必须奉劝大家要想清楚，你到底是要3倍镜还是5倍镜。我觉得5倍镜的使用程度真的没有来的3倍镜这么高。那如果你是常用3倍镜的人，那今年16跟16 Pro 的3倍镜基本上画质表现就几乎都是一致的，因为都是用1倍裁切去放大。那如果你是原本就15 Pro Max 的人，你会看到说，今年 iPhone 16 Pro 系列它的萤幕从6.1变成6.3寸，对，所以你可能就会因为说，我就不用买 Pro Max 的价格，然后同样也有5倍镜，那萤幕稍微小一点点，但是也比去年的 Pro 来的更大，那你可能就会想要从15 Pro Max 去转到16 Pro。对，所以简单来说，苹果的客群就是这样。好，但是大家听完这个客群切得这么复杂，没关系，这边就来听我的购买建议。好，那如果你是想要购买 Pro 系列的人呢，那我觉得你就是专业的影音创作者，然后你想要有高刷新率的荧幕，或是超窄的边框，或是你想要 Always on Display 随时显示，以及你想要做 AR 相关的 LiDAR 镜头，那你再去购买 Pro 系列就可以了。对，那如果你自己个人没有什么 Pro 的迷思的话，其实16系列它在一般的相机、在重量以及荧幕解析度都已经是 Pro 系列的等级。对，那你这边就必须接受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它是60帧的荧幕刷新率，然后还有超慢的 USB 2.0 的传输速度。那如果你能接受这几点的话，我觉得基本上16系列就已经是历年来的手机最接近 Pro 的等级了。那在观众在上一部影片非常多人问到容量的部分，那我这边就帮大家切几个容量。如果你是想要购买128GB 的话，那建议你就是平常都只有在单纯拍照或是少量影片的话，我觉得128GB 是足够的。对，那如果你是一些可能每天都会拍摄一点短影片啊，或是你会从 Netflix 去载一些影片下来的话，那我还是个人蛮推荐去购买到256GB， 使用起来会比较舒适，不然你每天在那边删照片真的是删得很痛苦。那512GB 以上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会用到 ProRes 啊、Apple ProRAW 这种更专业的格式。那我觉得512GB 以上真的是必须购买的，否则你的一个影片可能就是数 GB 起跳，那很容易就会把你的容量塞满。对，那当然很多人会问到说，那我该不该去购买，比如说2TB 的 iCloud、200GB 的 iCloud？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对，但是 iCloud 你必须去考虑它的下载时间，对，所以你有些很大的档案，比如2GB 的档案，你从 iCloud 下载下来，其实那个速度会取决于你的网速，对，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未来会再帮大家拍一部影片去分析说，你到底是要使用 iCloud 还是去使用手机的外接随身碟？对，那这部分我们未来影片再来跟大家详细说明。好，那再来就来讲一下我最后对苹果的看法以及心得啦。对，那其实每年发表会大家都在说，苹果啊又没在进步，又在挤牙膏。对，我觉得确实看起来是这样子没错，但是大家要想想看，其实智慧型手机这个市场就已经这么饱和了，而且你每年要推出一个新手机，如果你每年都要再推出一个功能，其实
不管对成本控管来说，还是对技术性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苹果基本上它给的这些更新，我觉得已经算是有诚意了。那在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看苹果它在晶片，台积电3奈米的晶片，还有 A18 Pro 这些晶片，它其实都已经领先安卓啊，还有其他业界领先的非常多。所以你看苹果它自然而然它 CPU 跟 GPU 就不需要用到那么多嘛。反正只要对手追不上我，那我目前用到现阶段用到这个 CPU 跟 GPU 就已经足够了。那在第三个的话，就是因为苹果这次真的是把重点放在 Apple Intelligence 跟 Vision Pro 嘛 ，iPhone 当然还是他们主力销售量没错，但是并不会是未来长期的主力产品，所以他们不如去把内部的软体跟这些东西优化好，那硬体的部分其实就不会再做太多改变了。对，那讲到 Apple Intelligence 中文地区的部分，就是需要到2025年才可以支援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购买之前可以去好好思考的一件事情。那或许到 iPhone 17之后会有更多的突破也说不定。好，那这部实测影片就结束了啊。那未来的话，我可能会拍摄一些题材，比如说像是为什么 iPhone 16今年能保持不涨价，以及 iPhone 16全系列的拍照以及摄影的教学。因为其实多了 Camera Control， 你还是可以做非常多新的事情，以及一些更专业的拍摄。那大家就敬请期待未来的影片啦。好，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大家再见。